刘曼琼对叶晨已经彻底无奈。他虽然知道叶晨实力很强，但叶晨到底能不能压得过钟家和洪门，他心里依旧不抱希望。不过他心里已经想好对策，如果这件事真的闹到无法收场，自己就去求爸爸出面。如果爸爸出面还不能解决问题，自己就直接去报警。今天的事情本就是钟子韬带人跟踪他们，甚至还要杀掉叶晨，叶晨怎么都算是正当防卫。到时候爸爸和警方一起给钟家和洪门施加压力，或许能有一个斡旋的机会。随后刘曼琼带着叶晨来到一家非常热闹的云吞面摊位前，眼见摊位前的数张小桌子已经坐满，他便笑着对那老板说道：程伯，今天生意这么好啊。程伯抬头看到他，一点都不惊讶，笑着说道：曼琼小姐，听说您拍拖了，我们大家都很开心哦。刘曼琼一脸惊讶地问道：这是谁说的？也太八卦了吧。程伯笑道：街口阿南在我们的 WhatsApp 群里说的呀，我们整条街都知道了。他还偷拍了您和男朋友的照片呢。说着他拿出一部有些老旧的智能机，将一张从侧后方偷拍刘曼琼与叶晨的照片展示在两人面前，笑着说道：曼琼小姐，您和您的男朋友还真是郎才女貌啊。刘曼琼无奈，南叔不去当狗仔写八卦新闻，真是屈才了。都说了是普通朋友而已。说着他赶紧岔开话题，算了，程伯，麻烦帮我们煮2碗云吞面。程伯点点头，从摊位下面取出一张明显比其他桌子都要干净许多的折叠桌，在一处空地支了起来，又取出2把折叠椅，摆放在桌子两端，对刘曼琼说道：曼琼小姐，您2位先坐，我这就给你们煮。刘曼琼道：辛苦您了程伯，我再去买点其他的东西。程伯忙道：曼琼小姐您坐着就好，想吃什么跟我说，我直接在群里让他们送过来。刘曼琼道：那多不合适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程伯笑道：曼琼小姐，您常去的那几个档口可都是一群老八婆，您去了肯定要被他们调侃的。刘曼琼一下便坐了下来，有些后怕地说道：那还是程伯帮我说一声吧，我要1份金钱肚和1份咖喱鱼蛋，卤水拼盘和烧鹅麻饭也帮我来1份。程伯笑呵呵地说道：稍等啊，曼琼小姐，我这就跟他们说。叶晨不禁感慨，看来大家都很喜欢你啊。是吧？刘曼琼笑着说道，他们看着我长大的，而且可能也觉得因为档口的事情欠我一些人情，所以对我都很好。叶晨认真道：他们感激你是真的，但喜欢你也是真的，能看得出来，他们每个人都把你当亲人一样，眼神都非常纯粹。刘曼琼点点头，笑着说道：我也挺感激他们的，如果不是他们，这里早就物是人非了，是他们在这里一同帮我留住了人生最美好的回忆。说着刘曼琼又有些伤感地说道：这里的一切都跟以前一样，只是他们老了，我长大了，妈妈也不在了。见他有些惆怅，叶晨便故作轻松地说道：我父母走得很早，他们走了之后，我就成了孤儿，在福利院生活了10年，相比之下，你还是比我幸福多了。你是孤儿？刘曼琼惊讶地看着叶晨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叶晨点了点头，说道：8岁之前，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，一夜之间就从天上摔进了泥坑里，然后一路在泥坑里摸爬滚打，就到今天了。刘曼琼惊叹道：你这么年轻就能在伊苏航运坐上关键位置，证明你个人能力还是很强的。是吗？
叶晨忽然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，笑呵呵的说道，哈哈，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吧。他总不好跟刘曼琼说，其实自己是伊苏航运持股最多的大老板。这时候，很多中年人一脸笑意的朝着两人快步走了过来。为首的赫然就是刚才那个南叔，只见他手里还抱着一个大盒子，不知道里面装了些什么。众人来到两人跟前，南叔便笑着开口道，曼琼小姐，生日快乐。说罢，身边的程博便连忙将大盒子的盖子打开，里面竟然是一个精美的生日蛋糕。众人也一同欢呼，齐声道，曼琼小姐，生日快乐。刘曼琼惊得目瞪口呆，喃喃道，今天不是我生日啊，我生日还有10多天才到。南叔、程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南叔笑道，曼琼小姐，今天是阴历4月初4，是您的阴历生日。您可能平时不看阴历，但我们这帮老家伙平时每天起来第一件事都是翻一翻老黄历的，记不清阳历的日子，但阴历的日子都记得很清楚。刘曼琼眼眶顿时湿润起来，捂着嘴巴轻声道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程博笑呵呵地说道，我们大家几天前就在准备这件事了，想给您一个小小的惊喜。下午的时候，我们还担心您今天不过来，没想到您竟然带着男朋友来了。刘曼琼眼角划过2行热泪，这次她没有再解释，而是非常感激地说道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南叔和程博两人端着蛋糕，唱起了粤语的祝寿歌，恭祝你福寿与天齐，庆贺你生辰快乐，年年都有今日，岁岁都有今朝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跟着的众人纷纷鼓起掌来，南叔将2根蜡烛与1盒火柴递到叶晨手里，笑着说道，小伙子，曼琼小姐今天24岁生日，是她的本命年，所以我们准备了2支蜡烛，你帮曼琼小姐点上吧。叶晨微微点头，将2支蜡烛插上，随后又将蜡烛点燃。众人连忙催促他赶紧许愿吹蜡烛。刘曼琼看了叶晨一眼，闭上眼睛默许了一个愿望，随后在众人的见证下将蜡烛吹灭。大家再度欢呼，随后每个人都为刘曼琼和叶晨端上一份自己的拿手饭菜或小食，因为每一份的分量都很小。程博还在一旁对2人说道，我们知道曼琼小姐不喜欢浪费，所以每一份都准备了很少量，如果有不够吃的，尽管开口，我们再给2位准备。刘曼琼双眼通红地说道，谢谢大家了，这么有心，还记得我的生日。程博笑道，这都是应该的，曼琼小姐，我代大家说句高攀的话，您在我们眼里就像我们自己的女儿一样。说罢，他赶紧对众人说道，大家都散了吧，散了吧，不要打扰曼琼小姐的2人世界。